大家好，我是小莹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煮荷包蛋的小技巧，非常的简单快速，而且做出来的荷包蛋个个圆溜溜的，口感鲜嫩，好看又好吃。首先我们根据自己家的人数准备适量的鸡蛋，再准备一个大碗，加入1小勺盐，再加入1碗温开水，搅拌均匀，让食盐化开。再准备几个小碗，把盐水倒入小碗里面，倒入小碗1/3的水就可以。然后再把鸡蛋打入小碗里，每个小碗打入1个鸡蛋。我这里一共打了6个。打好之后，直接把它放到蒸锅里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中火蒸1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配菜，准备1把小葱，把葱白切成末，放入碗中备用。再把葱叶也切成葱花，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胡萝卜，去皮，我们取半个就够了。先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再切成粗粗的细丝，最后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红椒，去籽，然后先对半切开，再切条，最后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块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成姜丝，最后切成姜末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洗干净的香菇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香菇丁，然后再把它切得更碎一点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最后准备3块钱的猪肉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放到绞肉机里，盖上盖子，打成肉末。也可以用刀切成肉末，装入碗中备用。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放入肉末翻炒，炒出香味，炒至肉末完全变白，然后把葱姜末也加进来，把红椒丁也加进来，胡萝卜也加进来，再把它翻炒均匀，炒1分钟左右，再把香菇丁也加进来，继续翻炒均匀，然后加入1小勺盐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继续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之后，加入1碗清水，大火烧开之后，再加1碗水淀粉勾芡，煮至汤汁变粘稠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时候我们的鸡蛋也已经蒸好啦，然后把它一个一个取出来，全部取出来之后，再把碗里面的水倒掉，然后用勺子把边缘慢慢刮一下，这样一个完整的荷包蛋就取出来啦。全部取出来之后，把它装到盘子里，然后用刀把荷包蛋中间划上十字花刀，这样更加容易入味，更加好吃。最后把炒好的料汁淋在上面，
哇，好香啊！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，美味继承。荷包蛋这样做口感非常的鲜嫩，吃起来一点也不老，比水煮的好吃，比油炸的健康。各种蔬菜搭配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很多朋友在煮荷包蛋的时候，不是散花就是不圆润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煮荷包蛋的小技巧，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荷包蛋，个个都是圆溜溜的，即使一锅做6个也不会散花，非常的简单又快速。首先，我们根据自己家的人数准备这样的鸡蛋。荷包蛋做得好，首先选鸡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选这种表皮摸起来比较粗糙的鸡蛋，这样的鸡蛋比较新鲜，鸡蛋里的蛋黄就不会散掉，这样就能保证做出来的荷包蛋它的完整性。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把鸡蛋壳清洗干净，因为鸡蛋壳上面有脏东西以及肉眼看不到的细菌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即使打鸡蛋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鸡蛋壳掉到鸡蛋液里，也不会把整个鸡蛋都给污染了，所以清洗这一步也是不能省略的。然后锅中加入这样的清水，清水的量可以多加一点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，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，加入1勺盐，再加1勺生抽，1勺香醋，最后加入1勺香油，然后把切好的葱花加进来，然后再准备6个小碗或者是6个小碟子，像这样把它们依次摆开。再把洗干净的鸡蛋一个一个打入小碗中。这样打鸡蛋的好处是，万一有坏蛋，我们可以及时的把它清理掉。这时候我们的水也已经烧开了，然后把大火转成最小火，再加入1小勺盐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食盐化开。加入食盐有助于鸡蛋快速凝固，这样鸡蛋就不容易散花。等里面的气泡完全消失时，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鸡蛋慢慢的一颗一颗倒进来。倒的时候，小碗要贴近水面，这样就能保证荷包蛋的完整性。全部倒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焖5到8分钟。这时候一定要保持最小火，煮5分钟左右，煮至鸡蛋定型，然后用铲子慢慢的、轻轻的推动，这样就不会粘锅底了。如果喜欢吃溏心蛋的，煮5分钟定型之后，就可以用铲子把它取出来了。如果不喜欢吃溏心蛋的，再煮3分钟左右，全程8分钟左右就可以啦。看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荷包蛋，个个都是圆溜溜的，而且水面上也不会生白花，非常的完整。接下来分享一个早上吃荷包蛋非常好吃的做法。用勺子舀上适量的热水，把料汁烫一烫，烫出葱香味，也可以放蒜末，烫出蒜香味。然后把做好的荷包蛋盛出来，放到料汁里面，我们吃多少就盛多少。哇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样做的荷包蛋表面是非常的光滑圆润，
然后用勺子搅拌搅拌，让荷包蛋都能泡到汤汁。我们用勺子盛出来一个荷包蛋来尝一尝，咬上一口，你会发现这样做的荷包蛋真的是太鲜嫩了，比水煮蛋真的是要好吃太多了。爱吃溏心蛋的做成这样，真的是太美味了。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碗，真的是太营养了。我们都知道鸡蛋吃多了不容易消化，正好这个酸汤可以有助于消化，多吃点酸的还有助于降血压、抗衰老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蛋炒饭到底是先炒蛋还是先炒饭？有很多人都搞不清楚。今天就教你最正确的做法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碗昨天吃剩的米饭，然后用手把盛头的米饭抓散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面打入3个鸡蛋，然后用分离器把蛋黄分离出来，放到另外一个小碗里面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黄搅散，搅散之后慢慢倒入米饭里，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，让每一粒米饭都能裹上鸡蛋液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洋葱，先对半切开，然后先切成洋葱条，再改刀切成洋葱丁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2根火腿肠，先对半切开，再切成4瓣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改刀切成1厘米左右的粗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最后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豆角，把它切成小丁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烧开，水开之后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然后把豆角加进来焯一下水，焯水1分钟左右，再把它捞出来，然后装入小碗中备用。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洋葱加进来，把胡萝卜也加进来，翻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后再把豆角加进来，火腿肠也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，翻炒均匀。然后加1小勺盐，适量的胡椒粉调味，然后继续翻炒。炒好之后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备用。然后锅中再加入少许油，油热之后把米饭加进来，然后像这样用铲子把它按压一下，把它压平。压平之后，把米饭煎2分钟左右，然后再给它翻个面，再继续煎。然后再给它继续铺平整。
接下来再把鸡蛋清慢慢倒进来，然后慢慢翻炒，炒至鸡蛋清凝固。开小火慢慢炒，多炒一会儿，这样炒出来的米饭才会更香，鸡蛋也不会成坨。炒至米饭粒粒分明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把炒好的配菜全部倒进来，继续翻炒均匀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炒均匀之后，装盘就可以开吃啦。这样做出来的蛋炒饭真的是非常好吃，搭配上鸡蛋和蔬菜，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